你是就想要一个答案，对吧？那我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不是我们毁了你，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。这次的比赛我先不说，就说上次慈善晚宴的事儿。慈善晚宴我是你在模特中大张旗鼓的说我会带你去慈善晚宴，对吗？你还说什么？是我对你感兴趣，是我喜欢你。不是，那个真的是再说学员个展上的事儿吧，虽然你伪装的巧妙，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是你拿助理的剪刀故意把衣服给弄坏了。你是一个模特，设计师辛辛苦苦把他的心血交到你的手上，你怎么能糟蹋呢？你自己的努力，你就在乎；别人的付出，你就不在乎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问心无愧。既然在你心里是这么想我的，你压根就不在乎我怎么解释。就算我被误会了，你也无所谓是吗？事到如今，是不是你动的手已经无所谓了？对我来说，结果真的是你在咎由自取。方总监，方总监，收起你这一套好吗？你这套可怜兮兮的说法，你在琳达那儿说可能还行，在我这儿真的行不通。方总监，我求你了，我们彼此都留点余地，大家都体面。你也没有给我留余地啊，方总监。真的是你自己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。走的时候把通行证留在前台，离职手续我找人帮你办好了。方小雨，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对我的。哈哈，真没想到一个被破坏的作品，竟然把我们时尚中国风送上了热搜，真的是因祸得福啊！这有什么福啊？你知道，首先这个作品毁了，比赛终止了，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，是多大的事儿啊！哎，唐总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媒体上这几天的报道啊。这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也没想看。哦，难怪，你还不知道，那个设计师墨菲啊，在我们的平台上人气可高了，大家都想知道他第5道会设计出什么样的作品出来，是吗？哎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每日时尚跟栏目也是第一次合作，一开始啊，我的心很忐忑，哎，这没想到比赛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亮点，为我们加分很多，所以我这个心啊，现在安定下来了。所以我今天来呢，就想提前通知你，尽快做好上线的准备。小雨啊，我觉得这次比赛前3甲你可以接触一下。比赛虽然是明远搞的，我觉得啊，明远一下子也签不了这么多设计师，所以啊，这前3甲都还不错。这些人的资料呀，我都研究过了，我就要这个。第8名，对，第8名，我要定他。这个人连比赛都没完成，这么好的你都不要，你要我一个第8名啊？有问题吗？这种第8名我不考虑。来，胡总，先坐下，慢慢看。来，你先仔细看一看，如果他不行，你把我开了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行倒是还行，但是小雨啊，我用人得向巴黎总部报备。你说这第8名让我怎么说呢？设计部归谁管？是我还是巴黎总部？是你管。是我，那我就定他了。剩下的事情交给你。哎，小雨，我们再研究一下呗。小雨。
梦梦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妈妈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帮着莫非呢？又是那个莫非是吧？你放心，我去给你出气。没有用的，所有人都会帮着他，所有人都会护着他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？别难过了，别难过，永远都只会说这几个字吗？我都要被人欺负死了，你就只会说一句不要难过吗？那曼曼，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行吗？好吃的。啊，这次要带我去吃烧烤，还是大排档、路边摊、麻辣烫呢？我问你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吃的吗？曼曼，走吧，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曼曼，好吃的。哎呀，你别喝了。我跟你说这话你听不懂，我让你走，让你走，滚！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跟我说谢谢，而是要相信我。相信我，只要有我在你身边，我可以帮你处理好这一切。你还有我，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呀？说啥呢？起开了，没你事儿。哎，回来一下。干嘛？我问你啊，你会在什么情况下跟一个女生说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还有我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哎。那我换一个，你会对什么女生说这个话？你啊，还有吗？你看看你，都把地踩脏了。走开，走开。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再顶嘴。我不再度日如年，我不再失眠到成功出现。
怎么样？这2天情绪平复了吗？感觉好多了。你还年轻，遇到些磕磕绊绊也很正常。我明白，谢谢你，潘老师。这次比赛你的设计作品我看着都很不错，但是也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。比方说你用这个蜡染做核心要素，我觉得在创新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。你现在的个人风格还不是特别明显，慢慢摸索吧。方总监也跟我说过，不能只注意记忆。你们说的话，我还需要慢慢的体会吧。唐总，老贾，好久不见。是，今天来有事啊？我过来找莫非，说点事儿。啊，那你们聊，你先吧。什么破公司，还对我挑三拣四，我还不想去呢。切，神经病。喂，哥哥，咱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呀？有活啊！你来了，准让你挑大梁。哦，好啊，那我现在去公司找你谈吧。这会我在家呢，你要不来我家？咱在家里好好聊聊。谈，王八蛋，去死吧！谈个屁！所有的监控呢，我都已经调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白小曼，她没有说谎。当她拿到衣服的时候，这个衣服已经染上了东西。看来我们那天真的冤枉他了。唐总，谢谢你告诉我真相，我现在还有点事啊。我陪你。你知道我要去哪吗？去找白小曼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想说，谢谢你。我已经听你跟我说过了，在电台里。我送你吧，走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什么？上次服装的事情是一个误会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所以呢？你是来道歉的吗？我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莫非，你就想这么轻飘飘几个字就把我打发了吗？你把我害成什么样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被凯曼开除，我脱衣服的照片在网上被人评头论足，我到现在都找不到工作。这是你对不起3个字能解决的吗？确实，我没有想到事情的后果会是这个样子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应该负很大的责任。负责任 ？OK 啊，我倒想听听看，你要怎么负这个责。我打算和明远的唐总去商量一下，可不可以让他给你出一个声明，就解释一下那天。我听明白了，你呀是来落井下石的。你所谓的解决办法，就是给我出一个破声明，然后再把我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，让别人再侮辱我一次，是吗？哎，你这，莫非我原来怎么没发现你怎么这么坏呀？你很无聊哎。
怎么了？这是今天不开心啊？没有啊。还生气呢？生什么气啊？没生气就行。啊，你是说明远的事情啊？虽然那天你很让我下不了台，但是你在决赛的时候也帮了我，所以扯平了。扯平？扯平哪行啊？不能扯平，要不然我在你心里就没分量了。对了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我把白小曼开除了。啊？为什么开除啊？他这个人吧，有手段有心思的，我们凯曼容不下这样的人。可那件衣服不是他弄坏的。你确定？我们误会他了。就算不是他弄坏的，他也不能动手打人吧？可那也不至于开除吧？我们凯曼是不欢迎这样的人。但是他……你还记得巡影展后台那件事吗？你真的觉得是小助理无意间碰到他的吗？你和我都是经常用剪刀剪布料的人，剪刀的利刃划破的布料和刻意去剪布料，能一样吗？所以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说这个事儿。不是，这2天吧，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，左想右想，天天的想，怎么想的都睡不着。在想怎么样，你才会永远的不会被白小曼欺负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要不然你做我女朋友吧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你笑什么呀？我说你现在很奇怪。不是，我要做你的男朋友的话，我就可以保护你了。我说你那么喜欢保护人，为什么不当警察？哎，你那件被破坏的衣服，要不然咱们俩一起合作重新做好呗？如果我想做呢，我自己会做，就不劳烦您老人家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怎么说我也是国际知名设计师吧？跟我合作不丢人吧？我跟你聊2句啊。有事赶紧说。你看我不爽没问题，但是你别再扫我莫非了。你了解他吗？我比你了解他，我觉得我更适合他。还有，我对你不爽，是因为你伤害过我妹妹，所以我不想让你再伤害莫非。我就有点不懂了，我怎么伤害你妹妹了？你为什么执念这么深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应该对当初发生的事情很清楚啊。还有啊，你不要拿你对待其他女人的方式来对待莫非，好吗？那是因为那不是你妹妹。还有，你跟我做情敌，还嫩了点。这件事情就这样吧，今天才刚刚开始。你非要把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啊？两回事儿。看来咱俩就这样吧。要不然你做我女朋友吧。我要做你的男朋友的话，我就可以保护你了。还说要保护我，不给我添麻烦就不错。我说方总监，你这么无聊的话，帮我加点水呗。热水，谢谢。让谁给你加水？
跳过来找你干嘛呀？没干嘛，就是说些有的没的。有的没的是说什么呀？他说他喜欢你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你接受了吗？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跟他走太近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吗？除非你是不是很享受他对你好的过程啊？唐总，那你现在又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说我呢？我交什么样的朋友，那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正好，哎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回。那李老板的事儿怎么办？李老板，你去搞。经理。哎，朱总。给我来杯威士忌，然后这位小姐的单都算我账上。好，稍等。白小姐，这么巧，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。朱总，既然我们这么有缘，那我敬白。白小姐好不给面子啊！够值你酒钱了吗？白小姐一笑值千金，是不是漂亮女孩子都记性不好？不会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吧？我是海妖的周海天呀，我们在那个慈善晚会见过，那天你的鞋跟还断了。慈善晚宴，记得呀。那天王小鱼带着他进去。哎，你少喝点，我喝醉了。谁呀？干嘛管我？就是朋友对你的关心嘛。关心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关心我白小满。怎么会呢？白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一定有很多爱慕者和追随者，是不是？屁！他们全是混蛋，一个个的只会欺负我，才不会有人关心我呢。白小姐这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？要不要讲出来？没准我能帮你排忧解难的。那条裙子啊，裙子真的不是我弄的，真的不是。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，你相信？我相信你。我这么的努力，
每天我生活的，到最后我竟抵不过一条裙子。我为什么活得这么悲哀呢？一条裙子哦。小李，弄一杯蜂蜜水过来。好的，马上来。Merci。来吃饭了，快点啊！姐，我说大早上的你鬼吼什么呀？今天起床气怎么这么大？失恋了你？是你个大头鬼！我刚刚已经梦到我考上了巴黎工会学院，那个通知书马上就要到手了，就会让你去。不要慌，梦都是反的，说明你根本考不上。再让你胡说！好啦，开玩笑的。凭你的美貌跟智慧，怎么可能考不上呢？是吧？滚呐！要夸你呢，姐，一奶同胞，不要大义灭亲。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要大义灭亲。啊，姐，你看这个。跟你说了多少遍啊？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。不是，你看这个，佳琪姐去云南了，边上这几个好像也是你们一起比赛的人吧？他什么时候出去旅行我都不知道哎。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，人家比个赛都能扩大交际圈，你呢，天天不是在家裁衣服，就是去明远裁衣服。我说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，是不是？你就气死我吧，把我气死了，你就开心了。我告诉你。对了，我今天下午呢会去蜡染工坊去把上次比赛没有做完的东西再做一次，晚上就不回来吃了，你自己晚上看想吃什么吃什么啊。不是，你都比完赛了，怎么还去啊？你工作就废寝忘食，妈回来肯定要骂你。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她突然给我发信息了，估计应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吧。哎呀，我说你应该担心你自己。妈还不知道你在凯曼当模特的事儿吧？你说这知道了可怎么办呢？姐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啊！万一妈发火，你得帮我拦一下。我为什么要帮你拦她？哎，我求你了，就这样。拜托了。哎呀，好啦，我不管你的。你这样，哎，我吃点。明天想吃什么，再给你做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这面包烤的有点硬啊。明天给你烤软的。快吃吧。谁啊？白小姐，我是来给您送东西的。白小姐您好，哦，这个是朱总让我给您的。
先收拾一下就下楼吧，我在楼底下等您。哦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朱总，白小姐到了。来了，请坐。白小姐坐。谢谢。你出去。哎，朱董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白小姐，我今儿请你来呢，就是想跟你聊聊。昨天还好吧？昨晚是你送我去酒店的。啊，是啊。我看白小姐喝那么醉，也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那儿啊，太危险了。我就当了把护花使者，把你送到酒店了啊，只是送到酒店啊，那个没做别的。我都喝断片了，哪还记得那么多呀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还不相信我呀？我是正人君子啊，要不你不信我发个誓？哎，行了，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看你当面发个誓吧？是。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白小姐想没想过，要和我们海妖合作？朱董不是开玩笑的吧？当然不是。你的事儿我在网上都看了，吵得沸沸扬扬。我非常非常生气，啊，这典型就是那个方笑鱼，还有什么那个莫非，联合起来欺负你啊！他们牺牲你这小模特，然后他们去炒热点，太卑鄙无耻了。所以我决定我要帮帮你。白小姐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缺乏自信。你要让自己的信心膨胀起来啊，充分的自信一点。你说你人长这么漂亮，气质这么好，尤其在那个 T 台上，光芒四射，太有魅力了。你简直就是天生就是这个模特这块料啊，天生就是为 T 台而生的。所以我感到替你不值呀。你怎么能甘心在那个小公司就这么混下去？你眼光要放长远，要走出来，要走一个更大的舞台。就比如我们海妖啊。我哪知道朱董是真心想帮我，还是趁机蹭我点热度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蹭你什么热度啊？我堂堂珠海天还要老总，我是真实意想帮你呀。我可以来海妖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说呀。我只拍摄广告，参与新品发布，至于推广站台，我就不参加了。没问题，其实我也不想你那么辛苦。还有，代言的服装，我要是不满意，我有权利换。海妖的服装随便你挑，想怎么换怎么换。如果不满意，你第一个我都不答应。我还有一个私人请求。私人的请求？有多私人呀？说说看。我出场费能不能涨一点？就这点要求啊？这还叫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在我这儿，只要是花钱的事儿，都是小事儿。白小姐，你到了我海妖以后，记住，我就是你身后那座可以依靠的大山。不管你原来受过任何委屈啊，在我这儿有谁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第一个让他滚蛋。朱董，你对我真好。对你好，是应该的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对了，那个晚上在我们家，我有一个别墅，准备搞一个小 party， 来参加都是咱们公司的高管。你要没事呢，一块儿过来
啊，正好呢，介绍你们认识一下，将来大家都是同事嘛。还有一个啊，这个以后不要老是喊这个朱董的，叫我海天。我以后呢，也就不叫你白小姐了。小曼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啊。今天晚上呢，就算给你搞一个小型的欢迎 party， 好不好？我再考虑一下吧。好，那你考虑好了，随时欢迎你过来。好。早。早。你这是什么反应？那我应该什么反应啊？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吧？我说你是不是太早了，睡迷糊了？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哎，因为我懂你啊，知道你最后一个作品还没有做完，我说过想跟你一起完成的。可是……莫非来了？哦，冯老板。哎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和你说一下续租的事情。尽管用，尽管用。这位方先生已经帮你续租了。好。还等什么呢？赶紧开始吧。走，车就放这儿吧。快！要不我把续租的钱还给你，你出去。我都说了，我想跟你一起完成作品，你就这么烦我吗？还给我钱把我赶走？我不是烦你，我只是不知道你要干嘛。很简单，我就是想看一下你最后呈现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就算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，行不行？方总监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胡闹。在设计上，我从来不胡闹。这些是工具吧？你真的会拉人啊？事先声明啊，如果这次作品做的不满意，我还是像比赛一样给你打很低的分。哎，这不是我设计的图案吗？你怎么记下来了？不然呢？怎么还不帮忙？若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，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边。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，不胜凉风的娇羞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你像雪花后的那片鹅黄，
你是夜夜的月圆，你是天真，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。你是一束又一束的花开，誓言在梁间呢喃。你是爱，是希望，是暖，你是人间四月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明轩，这是修改后的新装发布会设计图，你看一下。这一次咱们的设计多了很多刺绣元素，还不错。那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去趟苏州吧。关于工艺操作方面，我想跟李师傅面对面的确认一下。之前一直是你在亲自接洽，我完全没有跟他打过交道，不太知道他的做事方法。你自己去就行了，你我还信不过吗？你这么在意宋唐，不会连这点时间都不舍得吧？也行啊，刚好我今天没什么事儿，我准备一下。那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哟，跑完了？是呀。
我说你蜡染技术真的不错，比那些师傅还要熟练一些。这有什么可提的呀？我会的还多着呢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哎，那你是怎么学会蜡染的？哎，话说当年啊，刚一回国的时候，无意中被一条蜡染的裙子给迷住了，我就立誓，一定要学习这个技术。我就到了贵州的山上待了整整的1年，跟着苗寨的姑娘学蜡染，天天上山采靛蓝草、染蓝布，多亏那个时候吃苦吃得多呀，要不然能有现在这么娴熟的手法吗？你居然在山上待了1年啊！真没想到。没想到的还多着呢。哎，这是去苏州的路吗？啊，那个轩哥说先去一个别的地方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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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啊，哎，你知道蜡染是怎么发明的吗？怎么发明的呀？传说啊，有一个漂亮的苗族姑娘上山采马兰的时候迷路了，然后她就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到了一个世外桃源。她看到书上有一个蜂巢，然后她又想摘下来吃蜂蜜，谁知道蜂蜡滴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她又回到了村里，把衣服呢放到桶里重新洗了一遍，拿出来的时候竟然发现被蜂蜡沾过的地方出现了白色的花纹。之后呢，姑娘们就用融化的蜂蜡在白布上作画，然后再染色，慢慢的蜡染就在苗族传开了。哎，那大家找到这个世外桃源了吗？世外桃源是没找到，但是那个姑娘是找到了。在哪？在哪儿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！又开玩笑是吧？说你很无聊哎。啊，这不是要捞起来了？对，快！刚表扬完你。到了，你们等我一下啊。这是哪儿啊？唐总来这儿干什么？啊，这是李师傅徒弟莫非的家。唐总经常来找他吗？这个我不是特别了解。那他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要带他一起去苏州？那个我也不是特别了解。你天天跟在唐总身边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哎，夏总监，你也知道，唐总这人脾气吧。我们现在是要去确定新装发布会的工艺问题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，我想唐总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计划。你看啊，莫非是李师傅的徒弟，对吧？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
其实你用棉布做蜡染还是差了点儿。那什么布最好？印度尼西亚有一种布，是用真丝和法国制造的高织棉做成的布料，既像肌肤一样的柔滑，又非常的有质感。你有兴趣吗？当然有啊。这就对了，设计师就应该这样。要不然你来我们凯曼吧，我们凯曼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可以给你最好的待遇。谢谢，我不感兴趣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可能是在跟莫非聊什么事儿吧。有没有唐总自己开车来过这儿，而你却不知道的时候？当然没有了。哎，唐总来了。走吧，去修房。好的，老板。OK。哇，好看啊。这件衣服最大的亮点就是蜡染的图案设计，所以我们既要保存蜡染的神秘感，又要保存一个现代的抽象感在里面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其实我们在剪裁上可以再大胆一些。怎么说啊？如果用西式的剪裁，用最东方的布料和图案来制作的话，用纯东方的元素和西方元素相互碰撞，效果会不会更震撼呢？其实我之前有想过用蜡染与西式的这种剪裁结合，可是我有点担心它们没有办法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所以就放弃了。这样一改，确实变洋气很多。只是这个领子可不可以用西方的立领呢？这样就自然很多了。就这样吗？哇，果然是卡曼的首席设计师，名不虚传哦。我说你什么眼神呀？这是夸也不对，不夸也不对，太难伺候了。不是吧？我只是比较感慨万千吧。也不是全部都因为你。怎么了？这么说吧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做出来一件让自己满意的设计了。没想到像你这样的设计师也会遇到瓶颈啊。但是我刚才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找到突破口了。啊，肚子都饿了吧？看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，请你吃晚饭吧。别点外卖就行。我帮你打开。我自己可以打。我帮你打开。谢谢。说好的请我吃饭，到时候反过来是我点外卖，你就这么感谢我的？我这不是手机没电了吗？出来的时候还有80%呢，肯定电池坏了。谢谢你啊，不过挺好吃的，对吧？嗯，好吃，特别好吃。我说你这也太敷衍了。我说真的，真的特别好吃。你说我忙活一天了，什么也没吃，吃什么都香。就你这解释，还不如不解释呢，说的好像我虐待你。
不过你今天还真的让我挺意外的。是不是我染布的时候特别帅？那没有，只是没想到你对中国传统的工艺这么了解。一个好的设计师如果不懂得制作工艺，那就像画家不懂得颜料是一样的。蜡染、丝绸、织锦，不同的布料蕴含的文化背景不同，所展现的服装形式、风格也都不同。这些必须烂熟于心，之后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。果然是凯曼的设计总监，不是徒有虚名。现在才看到我的才华，有没有对我有一丝丝的崇拜，或者……哎，你这个吃饱了吗？要不再点点别的东西吃啊？我怕你吃不饱。你那儿有想吃的，让我吃点吧。不给。要不然咱俩换一下。我不喜欢你的菜。那唐明轩那儿有你喜欢吃的菜吗？你这什么反应啊？没有，这个辣椒有点多。他向你表白了吗？我说你怎么那么八卦呢？不是莫非，我是关心你。你别看他表面上正儿八经的，看着很严肃的样子，其实他特别阴险。他要是想跟你玩感情，你根本招架不住。什么玩不玩感情的？日久见人心，以后你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。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仇啊？你去问他吧，我不是一个喜欢在背后嚼舌根的人。明轩，累了吧？要不要歇会儿？啊，我去加点水。谢谢。方笑宇又换女朋友了？有点奇怪啊，他没有拉黑你。我身边的人，他不都应该当成仇人看待吗？那是你们俩误会太深了，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，何必闹得这么僵呢？其实我真的不想，可能只有他想吧。说到底，方笑宇都是因为他妹妹。如果方倩能回来，我看一下他发了什么呀？他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吧？一起染布，一起设计。这不是他女朋友啊？可是看上去挺亲密的呀。有看上去跟他不亲密的吗？他那么喜欢暧昧。可是能让方笑瑜这么大张旗鼓的发朋友圈，还是第一回吧？要不你早点回去休息，我也累了。那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好，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
唐总，怎么了？喂，唐总，说话呀。唐总，我听不到你说话。是打错了吗？喂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手机没有电了，我刚回家充上电。手机没电了？手机没电了，你不会租一个充电宝，或者向别人借一根线啊？你怎么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？而且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忘了，你可是李师傅负责来跟我们明远对接的负责人懂吗？就是必须要保持24小时电话通畅。唐总，我说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呀？我手机出了问题，它自动关机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刚去修理站换了一个电池。是，你说的对，我是明远和秀坊的联系人，可是我总要有自己的生活吧？唐总，就算你是明远的老板，你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工作，对吧？我问你啊，万一发生了突发状况怎么办？你必须要保证你的手机是24小时有电吧？你今天都做什么了呀？我今天做什么事情跟明远和秀坊都没有关系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跟方小鱼一起去拉人，你为什么要刻意隐瞒？什么叫我刻意隐瞒啊？是我过去的时候，方小鱼已经在那儿了，不是我让方小鱼过去的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吃得好好的，谢谢唐总关心。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说你吃了什么，跟谁一起吃的？非要让我一句一句问吗？好，我今天早上8点钟起床，然后跟我弟弟吃了一个早饭，然后就去了蜡染工坊，一直忙到现在才回来。现在在躺在沙发上，在跟唐总您打电话，结果生了一肚子气。我这样的汇报您满意了吗，唐总？什么人呐？就不能好好问候吗？非要这种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穿一身绿？约会啊？我去接妈啊！不是，我下午不是给你发微信说他今晚回来吗？啊，正好你回来了，跟一块去呗。看来我真要换一个手机了。怎么还不来啊？马上就出来了。哎，这妈妈，哇，终于小哥哥，你干嘛给我牵一下？我都20了，20怎么啦？你就是50岁，你也是我生的。还有你啊，小没良心的，我给你打10次电话，你能给我接3个就不错了。我不是忙吗？你是谈恋爱了吧？哎妈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最近正在跟那个工作谈恋爱，对吧？他最近工作起来简直费劲。一对小没良心的，快给我，我买的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陆叔，等一下。啊，行。怎么了，老师？跟你说个事儿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调到 B 组了。真的吗，老师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我还能骗你吗？老师早点休息啊！拜拜。哇，走，庆祝一下。去你家吧，你给我做点好吃的。我家怎么了？今天不是很方便。为啥呀？该不会是你家藏了什么？你想什么呢？是我妈回来了。哦，那要不去我家？我表哥他们好像很晚才回来。可以啊，你家厨房应该比较豪华吧？走走走。想陪你看日落，看到我们头发白了，可手还是牵着。
吃吧。吃啊！喂，吃啊！好吃啊！你要是有个不靠谱的老妈和不管事儿的老姐，你也会。我连个不靠谱的老妈都没有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姑妈，还有一个很爱管事的表哥，所以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会吃？我可是个美食家呢。那你多吃点，这么大一盆给我吃完，不然我就生气。啊，好不够。哎，轩哥，咱们是直接去公司吗？嗯。轩哥，我想起一件事儿，上次咱们去苏州，咱们不是没有接到墨菲吗？结果啊，我回来之后，我去采购部查了一下绣坊的清单，在绣坊往来的客户中，有一个在上海开蜡染店的冯老板。然后我就加了他的微信，我问他，墨菲有没有去过他们那个蜡染店？结果他跟我说墨菲去过。现在马上停车，给他发个微信，问问他地址在什么地方。地址我已经给你要到了。那你跟我兜那么大圈呢？现在马上去。好嘞。阳光，你终于可以涨工资了。通知你，这个是。你被录取了？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这个邮件上面写的是你被巴黎的工会学院录取了。你知道我读多少次了吗？这次终于录取了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恭喜你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是。我也想知道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抱着我的女儿？莫非？妈，不是不让你来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马上就会回家的。莫非你还没有给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位朋友呢？哎，没什么好介绍。怎么能走呢？我还不知道这位先生叫什么呢。他就是和我们。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，阿姨你好，我叫唐明轩，我们俩是朋友。莫非，我有话想要跟你说，可以出来一下吗？我就去一下下。带我来这儿干嘛？
有来过这儿吗？当然啊，我小时候啊经常来这边。我妈给名媛走秀的时候，她管不了我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在这儿玩。我小的时候也会经常来这儿。是吗？那你来干嘛啊？当男童啊？可笑吗？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那么的喜欢小狐狸呢？小王子的故事，你听过吧？这个故事呢，是我对爱情的启蒙。你信吗？我原来不相信，现在还凑合呗。你叫我来这儿就是说这个事儿啊？我小的时候会经常来这儿，你不也是吗？哎，你说，咱们俩有见过吗？见过吗？我不记得了，我那时候才5岁，我只记得我有一次抓那个黑色的七星瓢虫，我妈不让我抓，还被我妈打了一顿，别的都不记得了。见过吗？你跟我打岔是吗？啊？我不想听你说什么七星瓢虫。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我们2个见过吗？哎，等你想起来以后再说吧，啊。莫名其妙，神经病。走吧。哎，你说咱们俩有见过吗？见过吗？你跟我打岔是吗？啊？他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，还是说我们小的时候见过？可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对啊，你小时候都见过谁啊？快说，下午那个男生带你去哪儿了？没带我去哪儿。啊，突然啊，好累啊！莫非你又来哈？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啊！这个男生好大胆呀，敢当着我的面把你带走。其实他就是跟我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、绣坊的事儿。你少来！你今天必须给我老老实实的。他是谁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就是我收到法国那边的通知，我考上那个学校了，我可以去留学了。哇，姐，你被录取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我就说你可以吧，你太棒了。不负你们2个够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既然考学校了，机票很重要，我要去看一下机票啊。对，机票专卖能打折，姐，我们去看机票。莫凡。
作节奏、压力各方面都特别大，经常失眠不能入睡。所以我打算呀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每天晚上给大家读一段睡前故事，希望能够帮助那些不能入睡的朋友安稳地进入梦乡。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，名字叫做《小王子》。轩哥，来，怎么了？看来你昨天休息不错呀。是还挺不错的。哎，对了，吴总他们过来了，他们在会议室呢，然后夏总监也到了，走吧。这8款是经过我们公司内部开会之后决定要上线的设计，你们分别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吴总，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位选手他并没有完成比赛。你说的是墨菲啊？没想到他在这次比赛当中啊，人气还挺高的，而且网上有很多粉丝支持他，点名要上架他所设计的衣服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把他也纳进来。可是当初我们的规则很清楚，必须是获奖的选手才可以有机会参加每日时尚的上线。他不是这一次有成绩吗？哎，吴总。这样应该是不算违规吧？对，他排在第8名，应该不算违规。如果这样走后门的话，那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原则可讲呢？夏总监，你不要这样说嘛。墨菲的设计作品呢，也是经过公司开会一致认可的，我不可能因为人情关系而影响到公司的决策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夏总监。你该不会不信任我的眼光吧？不会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挺不错的。咱们再继续看看吧。对啊，再看一下。你看他这个作品。轩哥，南京那个峰会我问过了，都是行业内的头头脑脑，恐怕你得亲自去一趟。我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了吗？让夏总监去啊。南京的云锦据说特别好，据我的猜测啊，墨菲特别喜欢，一定的。是吗？我先准备一下。轩哥陷得这么深了吗？提墨菲竟然这么好使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听说白小曼跟海药集团朱海天在一起了，打算破罐子破摔啊？得。好，那加了微信，回头我再跟你联系吧。喝杯酒吧，芳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怎么回事啊？方总监，好久不见。真是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？3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呢。借方总监吉言，我最近确实不错，至少比在凯曼强。那恭喜你，攀上高枝当凤凰。方总监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上次墨菲服装被弄坏的事情，已经证明不是我做的。您不觉得你应该跟我道个歉吗？我没有说过是你破坏的吧？我只是让你找出证据而已。
可是莫非已经找我道歉了。你们上次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我怎么记得是白小姐咄咄逼人呢？还动手打了人。彤彤，好了。若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，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变。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，不胜凉风的娇羞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鹅黄，你是夜夜的月圆，你是天真，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。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，誓言在梁间呢喃。你是爱，是希望，是暖，你是人间四月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